在我们介绍完这个以武器作为日本刀的这个部分之后呢，接下来下一个章节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中村老师他讲到这个日本刀试斩前的一些预备的知识。那里面有讲到几个故事，我觉得蛮适合先分享给大家来参考的。那主要这2个故事呢，是2个真实的使用日本刀的一些错误的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荒木幼幼卫门的刀身折断事件。这个案例呢，主要是说明这个刀刃如果过大的话的一些问题。在历史当中呢，真我兄弟、中城丈这种日本的3大复仇事件啊，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荒木幼幼卫门的剑屋决斗事件。当时荒木幼幼卫门所持的刀呢，是和泉手来京道做的江户初期的新刀，刀长约2尺7寸7分，大概84公分左右。身为下仆的士藏呢，他用必死的力气呢，拿着木刀击向了这个幼幼卫门。那幼幼卫门呢，他就把刀呢横向挥过去，挡住了这个木棒。结果呢，刀身在刀刃处约1尺2寸的地方呢，从中折断了。那中村老师他其实以前有入手过这个京道做的刀，那刀刃的刃纹是超过身幅1半以上的大乱刃纹。那虽然刃纹它不是覆盖到全部的部分，但是刀身比较脆的这个缺点啊，确实导致它容易折断的问题啊。这种类型新做的刀其实是蛮多的，主要是用来让鉴赏家收藏鉴赏使用比较适合。那刀刃超过身幅1半以上的刀呢，其实是比较不适合拿来实战，而且大乱的刃纹呢，在腰部的地方，因为它比较强硬嘛，所以缺乏这个弹性，平均来讲真的是比较容易有折断的状况。所以中村老师会建议刃纹还是在这个身幅的1/4前后，会比较不会有折断和弯曲的问题。那斩位呢也会比较好。那第2个事件呢是这个相泽宗佐事件。这个事件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竹刀剑道跟真剑刀法之间的差异。这个案例呢，竹刀剑道的达人相泽三郎宗佐的事件。那在昭和10年的8月12号，相泽宗佐呢把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斩杀。相泽宗佐呢，他是原陆军户山学校的剑术和统剑术的教官。大家知道户山学校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他会从日本国内各个部队当中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呢，让他进入学校里面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艺嘛。那宗佐其实他是一个古武士一般的军人啊，但是很可惜呢，他对于刀剑的知识其实非常的浅薄。当时他所持的军刀呢，是宽永年间河内守国柱第2个儿子武藏守藤原国次所打的刀。相泽面对永田少将的方向呢，从他的左肩斩下一个左袈裟，但是没有1刀2断，因此呢，他又斩了第2刀，从同样的位置斩下，也是一个左袈裟，但是tenouji或者是刀的问题呢，导致刀的一些损伤。那少将呢，非常痛苦的往后转身，想要退开的时候呢，宗佐的左手从刀柄离开了，用左手握住了刀身的中央的部位，然后以左侧身的姿势呢，用统剑术的突刺方式，把少将呢从背后至前胸贯穿。这是最后少将这个致死的这个致命伤所在。但是宗佐呢，也因为自身用左手握住刀身的中央部位呢，所以他的左手的4根手指头也伤到剑骨。那宗佐后来他被处刑前呢，他有说了几句话。他说了，作为户山学校的竹刀剑道教官呢，却没有办法把对方1刀2断，感到非常的可耻。但他对于日本刀从刀身的中央部分到刀刃为止，刀刃根本就没有用处这种说法。因为呢，竹刀剑道它其实只有打的技巧，所以跟真剑刀法的斩落的时候，这个成型圆形线的这个刀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居合道的形呢，是一种空间的刀法锻炼。那你只有加上真剑试斩的锻炼之后，你才可以体会到真剑的天欧无极还有刃筋等等的
技巧啊。所以中村老师呢，其实他也说过，他在30多年前呢，他也曾经因为这个刀划出刀鞘导致左手受伤，这种不小心的状况，都是你往后在使用刀剑的时候会让你更加的谨慎小心。因为日本刀它本来就是全部都是刀刃，这也是日本刀的一种魅力也变成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修养。再来的话，就是中村老师有讲到你在试斩时的这个心态的部分。如果你在面对物体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斩得了吗？还是这个斩不了吧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迷惑产生的话，原本可以斩过的东西大概都斩过了。所以说，你在面对物体的时候，一定要有我一定要把它斩掉的这种决断性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斩的时候，必须要精神统一，心中不可以动摇。那保持平常心是道，还有动中静的这种方式，这样你就可以保持这个气剑体一致。那如果你可以保持这种心态的话呢，那就可以很顺利的把东西斩过。那当然说，这种心态的保持是很重要了。但是呢，如果你还学不会这个刀法上面的刃筋圆形线角度柄握等等的技巧的话呢，也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木钉的重要性。木钉的重要性的话，其实在我们试斩之前一定要检查的就是木钉了。木钉一定要非常的确定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要固定在刀柄上面。那以前有一个事件，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台湾的警察署武道大会上呢，有一个居合道老师也是在演武当中呢，没有检查木钉的状况，然后在演武的时候木钉折断，导致刀身飞到这个观众席上面，那从一个观众的胸膛刺入，导致这个身亡的事件发生。像中村老师他教授都是以这个试斩为主，所以他都为求安全的话，一定会要求学生在刀柄上面一定要有2个木钉。那第一个木钉会用竹子的竹钉，那第2个木钉呢会用铁钉让刀柄完全不会动摇呢，才可以安心的使用这个刀法。那这个图我也可以附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那最后的话是这个刀柄的握法。刀柄的握法的话呢，其实中村老师表示说，这就像是骑脚踏车或机车一样。如果你把手把握得很紧的话，就会让你失去驾驶的自由度，而导致交通事故。那握刀也是一样的如果把刀柄握得太死的话，你就没办法发挥你的技术。握柄的方式呢，左手7分，右手3分的方式来分配你的力量。大拇指一定要往下延伸，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有一点是刀茎和刀柄的注意事项那因为有一些古刀的刀茎它会特别短所以刀茎长和短的情况之下，2手握的位置有可能会不一样。那主要是如果你是刀茎比较短的状况的话呢，那你2手握的位置要比较近一点，依照你自己刀的这个状况来做决定。那中村老师最后有讲到试斩前的话，你还要注意4个要点。那这4个要点呢，是尖合、刃筋、角度，还有刀线的圆形线。那尖合的部分，当然就是说你在试斩的时候呢，斩到草席的时候，重点一定要斩在刀的摩诺乌吉的位置，这是基本的原则。那刃筋的话呢，就代表说你不管是斩落、斩上、横斩这个刃的方向都要是一直线。那圆形线的话呢，在一直线斩的时候呢，圆形线的方式会有一点像这个 hikikiri 的方式。如果不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会斩不过，跟竹刀剑道用打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以上这个4点都达到的话呢，就可以体验这个气剑体一致的这个气力那并且在试斩刀法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下一个章节的话，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尽管我们不是练这个护山流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章节也是蛮适合分享给大家来做参考的就是锻炼棒的这个练成法。中村老师他说，在这个以往如果你要拿真剑速震数百次才能达到的效果呢，你只要使用比真剑还要
要重2到3倍的这个速震棒来速震10到20次呢，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也可以用这个速震棒呢来训练你的 Tenno Uchi， 还有查经脚停止的方法这些，或者是训练你的体力，都是非常的推荐的。这个锻炼棒你也要考量到你自己的力量不要使用过重的锻炼棒，会导致你的姿势错误，或者是伤到你的肌肉，这要非常注意哦。一般针剑的话，这个刀的重量大概在 1.1 公斤。如果是竹刀的话，重量约在375到562公克。然后你是剑道的爱好者的话，你可以使用 1.1 公斤。那如果你是居合道的爱好者的话，你的锻炼棒可以使用到 2.2 公斤，比较适合。那锻炼棒的规格的话，柄长大概都是8寸，全长的话，中村老师建议是35寸。材料的话，只要木头都可以。你可以用圆形的、6角形的、8角形的都可以，但是建议是不要用4角形，主要是4角形在挥的时候，如果撞到头的话，因为那个4角形那个角比较锐利，所以可能会有受伤的状况。那锻炼棒的练习的话，大家可以练习双手的左右切反，单手的左右切反双手的直线速震，双手的左右夹杀斩，或者是横斩。依照大家自己流派的习惯呢，再加上锻炼棒的训练，应该会有非常大的收获。那最后的章节是中村老师他自己在居合演武的时候伤到自己的案例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听看看，因为即使是这么有名的老师，他也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好，第一个案例是这个饭后的演武中村老师 Nuki Uchi 把打的时候弄伤了他的左手。在昭和43年的时候，中村老师在进行户山流的演武的时候，当时老师中午刚吃完午饭，肚子很饱，当时他就有一种吃饱饭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但接下来在户山流施展演武的时候呢，中村老师已经感觉有一点精神不集中了。在最后做这个把打的时候呢，左手在握离口的时候握得没有很确实，导致刀身在拔出的瞬间呢，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切了过去，那直接切到剑骨，导致这个大拇指几乎从根部的位置被切断。当时切到的瞬间是直接看到骨头所以中村老师就想说，我以后还能不能使用居合刀法这个想法。好，那当然他后来演武完了之后，就直接被送去了医院，缝了25针那当时的伤几乎把这个筋都给切断了。中村老师之后呢，这个左手的大拇指几乎都不是很能自在的活动。中村老师表示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比赛最好都不要在吃饱饭后进行主要是因为你在吃饱饭后满腹的状况之下呢，你的精神是不能集中的，做什么事都会失败，特别是真剑的失败的话，会引起非常大的事故，所以要非常的小心。那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中村老师他在使用大森流的受流演武的时候眉间受伤的案例。那大森流的受流刀法的时候，中村老师把刀拔出到头上的时候，因为一个正强风吹向这个刀面，导致刀往右斜方拔出因为风的关系呢，刀身便直接碰到了左边的眉毛当时就是血流满面，大概有300个观众都被吓坏了虽然伤得不深但也缝了几针所以说，如果你在演武的地方不是在道场或体育馆的场地的话呢，其实是会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期的状况发生尤其像户外的话所以使用一些真剑刀法的话，你还是要真的要非常注意环境的安全。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针对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很适合分享给大家，不管你有没有练户山流呢，或者是练其他流派呢，都有蛮多参考的价值那这边的话呢，如果我之后有读到更多很不错的一些
典籍资料的话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或者是大家有针对一些书籍啊，想要推荐给我的呢，也欢迎留言给我。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日文书呢，是非常好的一些书籍，但是你看不懂的话呢，也欢迎推荐给我。那我有机会的话，我也把它读看看。那我觉得如果可以适合分享的话呢，我也会再做导读分享给大家哦。那如果大家对今天内容满意的话呢，再欢迎大家继续追踪我的频道哦。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喽。嘿，大家，他是哈鲁酱，我们台北舞蹈会的新成员。那呢，哈鲁酱他现在3个月喽，看看他的肥嘟嘟。影片当中呢，有发现一些叽叽咔咔的声音的话呢，就是他做的。大家想要多看看他的话呢，我再帮他多拍一些影片分享给大家哦。好，哈鲁酱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